迎收看关键时刻。今天在台湾，柯文哲上演一场政治大秀，但在美国，川普直接跟你讲什么叫做政治大秀，以及什么叫政治的真人秀。他竟然可以把一场抓捕行动弄得跟拍电影一样。今天所有国际大家都在讨论一件事情：川普也太狠了吧！真的是荷枪实弹，找人直接去冲了你现代的工厂。你看到他们释出的每一段画面都是精心设计过的。从一开始，这个所谓的装甲车出来之后，上面有非常多的美国士兵就在上面，而且是荷枪实弹，准备去出钱样子。另外，你看到后照镜这个画面，它甚至还有戴墨镜，表示它的镜头是一个一个分割过的。最后冲到了现代工厂之后，他甚至直接把所有人都逮捕起来，每个人都扶着车子，甚至还有一幕是还有人被铁链直接绑了起来。更离奇的画面是什么？有人逃一逃，竟然逃到了这个所谓的污水管下，最后是透过这些军方的人员才把人救了起来。他甚至用这种拍电影分镜的方式，动用上百台的摄影机，就是要跟大家讲，我川普今天是在玩什么？你李在明之前答应我美国，答应我川普，你要投资美国，钱你要拿出来，你相对的也要培训我美国的工人。如果你今天没有听我的话去做这些事情的话，我这次冲现代工厂，我下一次的手段或许会再更激烈。所以世聪，我从来没有想过一个冲工厂、一个抓捕的行动，我第一次看过台湾这么多的哦，这么多密录器的那一种攻坚什么。都没有比这一次川普的攻坚还要精彩的。没错，川普这几天上演一个实境秀。这个实境秀是什么呢？没有错，我们要求呢这个外国公司到我们美国来投资，但是还有一个前提，就是你这些外国投资在美国投资的时候，你要用美国工人。所以他这一次出动很多这个，我们看很多密录器在录影，然后很多这个照相机、很多摄影机这样拍什么呢？他们美国有10个单位要去冲什么？冲在这个亚特兰大，在这个乔治亚州的现代的工厂。你看这样浩浩荡荡一堆人，然后荷枪实弹、发弹，然后就进去工厂里面，通通不许动，然后开始抓人，每一个人，然后你给我靠在旁边去，你哪些人是在哪里，哪些人哪里，这样子上演一个拍给美国看。为什么要拍给美国人看呢？他要说，不只是你要到美国投资，你要培训，还有雇佣我们美国工人，而不是这些外国工人，这些人呢都是非法的移工。为了拍给美国人看，这些角度、这些镜头也太扯吧？是，这根本已经跟剧本没两样。对，没错。好，那他这次冲的场非常有意思哦，他冲的是在这个乔治亚州的这个韩国的现代跟 LG 的一个电池厂。那为什么他专门要挑韩国的这个 LG？因为很简单。日本，我们已经跟他谈成贸易协定，我们都已经签了白纸黑字。那你日本说要投资5500亿，呵，我要帮你耍。那台积电，他敢不敢去冲台积电？他冲台积电，台积电现在晶片很多都是你美国现在要的，你要把台积电的厂给关掉还是怎么样？他不敢冲。韩国这个厂呢，现在还在兴建之中。然后韩国呢，现在我们正在谈判的最后时刻啊，我们的文本还没下来，你韩国一直跟我说什么，你的汽车关税也要降到15%，门都没有。我现在先冲你，跟你讲，你不是只有投资哦，你还要用我们美国人哦。现在等于你对你李在明极限施压的一个状态。这样子，川普也太坏了吧！我就直接打给你看，你答应我的事情，对。千万是要做到，是你没有做到，你错了一蛋，我改动。对，没错。好，那他除了对这个韩国的公司呢下手之外，他要派出他的后啊贝森特直接跟什么？直接跟最高法院的这个呛下。他说你啊，我们现在已经征到1兆美金左右的关税哦，你最好让我们过哦，不然的话，你看这1兆美金你要怎么收拾？所以他事实上一直不断的用这种政治实境秀来说话，达成他自己本身所要达成的政治目的。世彤，我真的觉得他的这种施压太吓人了。对，我今天想说，你今天如果要演实境秀，你的镜头都已经分好，结果这里面在抓捕过程竟然有一幕哦，你看到哦，其中有几个人，因为他是移民，他等于是一个逃逸的移工，对，结果他竟然慌不择路跳进了工地的污水池，结果这个画面太吓人了我们现在看到的画面，所有画面都是他们这些相关的单位去攻坚的这个画面。那这个攻坚，我们看他还先派了这个 Hyundai 的这个 Motor Group， 这个他的工厂，然后冲进去的时候，你看他们第一次，这根本就是军队的这个规格嘛，有装甲车，然后很多算是这个要冲锋的人员，然后就这样浩浩荡荡。他说什么？美国国土安全局调查局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单一地点的执法行动。这次一共出动了大概400多个人左右，然后你看进去工厂里面来说哈，一进去通通不许动，
然后你看马上拍这个画面，拍这个画面给你的意思是什么？你看都是韩国人啊。都是韩国人啊！他说：“你这都韩国人。”他大概逮捕了475个，里面有300个是韩国公民。对，所以看，果然是有非法的这个境外人士在这边工作啊。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很多人跑，很多人不想被抓就跑，跑的话就看刚才这个赵和讲到，很多人都跳到旁边的水池里面啊，污水池里面啊，画面太吓人了。那条污水池里面，那你知道这些执法人员也没关系，我就在旁边等你，我看你什么时候要上来。然后这些人也后来慢慢的、默默的就只好上来，让他们抓捕了，就这样。那这些可能就是来自于可能中南美洲啦，或是其他地方的一些非法的这个移工的这个状况。好，那么这样抓完之后呢，赵尔，你看他把他排队排在这个他们的工厂的门口外面，然后大家你仔细看哦，大家其实都被用这种环疗啊，这个在身上捆着这个铁绳、铁笼这样子把它捆起来，然后每个都你给我靠背。这样子，然后他还跟你说，你是谁？你是谁？你是怎么样？而且你看到这个画面，他竟然是用铁链，对，没错，这样子锁在这个腰部，大家都是铁链，然后把你锁起来之后，然后用手铐把你带走的一个状况。我看到这个画面，他们是在玩什么老鹰抓小鸡吗？不是，他们真的是在抓人，真的在抓人。而且我们知道现代工厂非常非常大，是他们是跑给这些人追的。当然，因为他们也不想被这个所谓相关移民局相关人员抓走嘛，哈。那么抓走之后，赵文啊，他们就陷入了非常悲伤的日子。我们这几天这个柯文哲就说他这个时候监狱多难受，没有，这个比较难受。我跟你讲，他们是什么？福斯顿的移民拘留中心，你看拘留中心里面充满了霉味、虫子肆虐，比监狱还糟糕。你看，这是他们的淋浴间啊，赵文那淋浴间破烂不堪。然后你看看这到底什么东西？然后里面的你看霉菌一大堆，这霉菌一大堆，油漆剥落，这个画面太可怕。你看到这个一点对。都霉菌，对，没错。你说这边一小块就算，这边是整块的，等于是都没有人清理过的。那马桶这样啊，马桶这样，马桶不通，为什么？因为它下面的管线是连接一个水杯，所以马桶显然是不通，那你就一直不断的用，所以你显见那个脏污的程度真的是你无法想象。好，另外一个，你说你啊，我要晚上睡觉啦，睡觉的时候躺在地上，往天花板一看，你也吓到了。正好你看，这是他们天花板里面来说都是污渍啊。然后都是长发霉的这个状况啊，然后你看它的通风口里面来说已经这个漆黑成这个样子，里面有霉菌、有水渍一大堆都在这边。那看到上面这么的脏乱，要上厕所又这么的脏乱，因为说真的，这300个人不是一般人他们都是现代跟 LG 的一些相关的高阶的这个工程人员啊，他们就被抓到里面高阶人员，结果要住在这个地方。对啊，没错。我今天是睡在一个有霉味、有虫子，甚至有臭味，甚至我呼吸的时候都是很恶心的味道，还有虫害啊，然后你要洗澡没有这个热水这样一个状况。那人家之前媒体就报道，这个环境比监狱还要差，而且我们现在看到这一些人走进去的，都是韩国的高阶主管。不是我在韩国是1等1的，结果我来你美国变成阶下囚，他们的薪水可能一年都好几百万，就被这样抓去关。那他们还是里面的东西是食物是过期的，然后甚至还包装的这个鸡肉的这个箱子上面写的禁止食用，所以就是这样。然后他就说。有2022年有16名被拘留在这边的，言下无缘无故被放了室外3个小时，缺乏饮水还有药物。然后去年有一个57岁被拘留者，因为胸痛未能及时得到救治就死了。不是这个，所以这个地方根本跟地狱没两样。所以现在韩国的李在明呢，他赶快打电话给美国，所以我们要紧急处理这些人啊。那必要说我们可以把他接回来，没关系。所以现在韩国是总动员要把这300个人呢，从这个所谓的这个移民中心把他救出来。好，然后就讲这一次的这个行动里面来说，他们有一个代号。叫做低压行动，低压行动，他们用几个月的时间，他们已经用好几个月在这个准备了。他们几个月暗中派人去什么刑事调查啦，然后收集证据，然后进行了访谈，然后收集了文件，还有提交了证据，然后后来司法这个搜查令下来之后呢，他们就出动了。那出动的时候，这一次我就讲。是400个执法人员参加了此次的大规模行动，然后是现场拘留了475个这个非法的劳工嘛，对。然后他们用了几个单位，赵你知道吗？这一项调查由国土安全调查局 HSI， 然后美国移民还有海关执法局 ICE， 然后执法还有遣返行动的行动局 ERO， 联邦调查局 FBI， 美国烟酒火器及爆裂物的这个管理会 ATF， 然后缉毒 EDA， 美国国税局 IRS 刑事调查局，美国劳工部监察长的办公室，
美国政府的这个监察局，还有 USMS， 还有乔治亚州的警察局，一共10几个单位一起来啊！太夸张，这等于是什么？演员全到齐了。对，没错。各单位你都给我出人，是，只要做出400人，是，结果上演这一出戏。对，没错，通通都抓回来的。对，没错。好，那你看，事实上这一次呢，你看他们这些搜捕令，那还有这个4个西班牙裔的这个特别被标注的这个人员，但是什么原因，目前为止还不知道。好，那么跟他讲，那为什么会这次智人会被康招？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有人举报。对，事实上就是这位举报。这位你看 USMC， 然后你看他说什么？他就说在这个已经冲去这个调查这个 Hynix 这个厂的时候，他就说是我举报这个工地了。ICE 我举报了，他说过去几个月，人们一直在私下讨论这个工地发生的事，我们终于抓到真相了。他说这些工作应该交给乔治亚州的当地的居民，怎么会给韩国人，怎么会给外国人来做呢？对不对？然后他就说我投票给川普的理由，这是想把非法滞留的大规模的驱逐出去，这就是我想看到，所以他马上就打电话去通报。他通报的时候，赵恒啊，他说什么？我是海军陆战队的教官，真的假的啦？所以他也是个教官。然后他就说呢，我是乔治亚州第12选区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的参选人，我是疯狂的川粉，所以等于是疯狂的川粉举报了美国政府这件事。那既然是川粉这个提报，那我川普当然要动作啊！尤其是他这次做的是什么？驱逐非法的劳工，这就是投票给川普的人最想看到的。所以在这之后就表演这一出戏，然后选这个 Hynix 跟 LG 的这个现代跟 LG 的这个电子厂是最安全的一个保障。所以这韩国也太衰了。当然，当这个川普要演一场戏的时候，我就先往你这个所谓现代，对，往你这个韩国企业，对，你先来开刀了。现代觉得很衰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他3月工厂开工的时候，你看。然后美国的旗子这样一个状况，然后乔治亚州的州旗，然后当时的州长还来嘞，州长叫坎普，他还在这个 Ioniq 的上面来说，这就是我们乔治亚州生产的 Ioniq 的新车，觉得好开心，就你去白宫见川普，然后这个州长来见你，就今天翻脸的时候呢，这个白宫就弄了一大堆的这个单位去给你搜查，然后这个乔治亚也动员相关的这个警方的人员也去给你搜查，这样也太坏了吧？对啊，而且那韩国为什么很跳脚？第一个，你要来搜查，你先跟我讲一下，我还没见你亲密，我们总统才刚去，我们也这个曾义轩跟你们也不错，就完全没有告知，他们就直接冲去了。那冲去的时候，他们有一点意外。那为什么他敢找这个公司来这个开刀呢？因为我们就讲，我现在跟日本谈好，你看日本首相石破茂都说好啦，我跟美国的这个文本确定了之后，我就下台，因为他们是已经文本了嘛，确定是15%。对，那15%，问题是韩国还没有，韩国也想把这个关税降到15%，他们的汽车关税目前是25%，所以呢，这个对韩国造成多大影响？你看，原本还没有关税的时候呢，现在的这个 Ultra 它是大概22125美金。那丰田的 Corolla 它在美国卖是22325，它比较贵，对不对？对，丰田比较贵，贵大概约莫是几百块。就被它关税上路之后，日本被课15%，那韩国被课25%，所以你叠加上去之后，韩国车变27000，然后呢，日本车变25000，变便宜了，差冷清，所以那变成是日本车变便宜，所以韩国一直跳脚。一直跟美国说，你赶快跟我们这个文本定一定啊，我赶快给你这个让我们的降关税啊。那因为降了10%的这个东京日本比日本比这个韩国的关税减10%，所以你知道，因为这样子的话，对这个现代汽车第3季会有大概1兆美金左右的损失，大概是219亿。也就是说，如果你还不给我调降的话，我还损失这么多。所以你知道，事实上现在现代一直在跟美国说你拜托你放我一马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川普就说，我就这时候整你，我一直跟你讲，你最好用我们美国人哦，你没有用，那怎么办？我就只好整你。你看，川普马上在这个接受媒体访问说，我注意到这个事件，他也很故意讲，我注意到发生的这个事件，我很注意，然后我就希望说他们能够培训美国工人。他怎么很注意？搞不好是他搞的啊！他看了很久。对啊，所以就是观察你到底有没有？你投资我就算了，这第一步。你的美国工人到底有没有用？对啊，所以你知道，这就是韩国现在，因为他还没有谈好的时候，我哪里修理你一下刚刚好。那我讲，那为什么他不敢动台积电？为什么？台积电照理说也有非常多，因为什么？因为他这一次呢，很多工人来说，他们其实是拿什么商务签去啦，然后拿什么签，当然他们可能做法上面有一点不合规啦。但是你要说真的，其他公司就抓不到这些东西吗？我觉得还是可能会或多或少有这些啦。但为什么他不敢动台积电？因为很简单。现在你动台积电是动了美国国家的最大利益，
那这几天的时候，Intel 的财务长说了一句话，他说呢，我们会把产品永远都放在台积电的平台上面，他们是优秀的合作伙伴。对，台积电30%的产品来自Intel 30%来自台积电，这个比例会下降，但是永远都会这样，也就是说，永远都会继续使用。我会永远依赖台积电。他说台积电的技术还有资源值得关注，因此 Intel 打算继续使用台积电，所以 Intel 呢，拍谁永远使用台积电，所以他认可了台积电。第二个是高通。高通目前为止是全世界的第一大的这个手机的晶片公司。那他的这个执行长叫艾蒙，艾蒙这几天他接受这个媒体访问了，他也说了，我们会继续下单给台积电。对，他说了，Intel 的晶片制造能力还不够好。那事实上，原本的他们的这个高通是跟三星关系非常好，但是他还是说没办法，我们还是要下单给台积电，因为台积电还是最好的。在目前的供应链的选择中间，台积电依然是最可靠的关键角色。他讲的是台积电，并不是讲三星啊。所以呢，事实上，他们跟三星是有策略联盟咯。他们跟三星达成的协议是说，你三星用我的代工，然后呢，我三星的手机用你的高通的手机晶片，他们是策略联盟关系哦。就他居然还跟你说，台积电才是最关键。所以告诉你什么？你看高通摆脱不了台积电，然后呢 ，Intel 也摆脱不了台积电 ，AMD 啦，或者说辉达那些都是。所以呢，假设我真的今天呢，我去抄台积电，好去看你们这个非法的这个移民结果全部人都跳脚了，对，然后停工了，那你觉得怎么办？大家一起摆烂了，所以不行吧？所以他说他这次挑这个Hyundai 跟LG 的厂是有意义的嘛？因为第一个，这座厂目前为止还在兴建之中。所以川普他根本就是什么柿子挑软的吃，当然，我就看你好打，我就看你怎么样，你没能力，你没技术，是，我就先从你下手了。对，因为显然这是目前为止最好表演的一个场所。不是，为什么说这一次的真人秀，川普根本是什么有备而来，整场大戏都在他的掌握当中，而且为什么挑这个所谓的韩国的企业？直到这件事情完，你才跟我讲说一件事情，原来川普真的早就预谋非常久了，而且早就 stand by 好了。而为什么要朝你韩国企业来开刀？你送我4个字，叫做杀鸡儆猴。对，这件事情当然影响很大，因为这是乔治亚州有史以来最大的制造业投资案哦。这个投资总共要创造8500个工作机会。你不要小看这3000英亩的土地哦，它其实是1000多公顷，50个大安森林公园这么大，所以完工之后。光是现代这里要生产50万辆的电动车，它会让在现代集团整个在美国市场会变成前3大的电动车厂。那我们来看地图的时候，就可以知道这件事情影响有多大。现在不是说整个集团韩国要投资2000亿美金在美国，200亿美金在美国吗？它其实是在路易斯安那州，接着它在阿拉巴马州其实就有一个汽车厂了。它的集团 Kia 还有个汽车厂，刚好在萨凡纳这里刚好连成一条线。整条链上200亿美金，所以挑这个点来动手，就是整个敲山震虎，整个链的人都会紧张。好，我要告诉你，这条链上还有谁？宾士汽车其实就在阿拉巴马州的上面，塔斯卢卡斯。再来 ，BMW 在哪里？在南卡州。所以我们都以为美国汽车工业的重心是在芝加哥，在底特律这一带。其实外商的汽车中心就在这一块，宾士在这里。BMW 在这里，所以他这件事情一下去，震惊的是什么？原来美国川普要求大家要振兴，要创造8500个机会，右手要投资，左手是会抓人哦。如果你没有给我创造工作机会，我是会把这个工厂这些非法移民或者是非法工作的人。全部抓起来，所以大家都会被吓到，而且它的产业链是非常大。而且2012年的时候，我到过这里，这件事情让人家震惊的是，我那时候开车哦，从阿拉巴马州开车到亚特兰大州，不要小看现代汽车哦，在那边很强悍的，开车开10几分钟都是汽车产业链，光是那里韩国的零组件厂就有60多家哦，这么厉害，整条路上都是韩国工厂，而且投诉在那边的汽车旅馆或者是饭店的时候。都是韩国的家电，所以那时候我到现在印象深刻。韩国人文化是很强悍的，他在美国投资，在当地是非常有趣，也可能是阿拉巴马州最大的投资站，对，乔治亚州最大的，所以他们那时候很强悍。接待我的叫做一个 Robert 的一个公关经理，他是一个美国人，所以一个美国人为现代汽车全面
真的是死听大地的工作。最后我挑战他一个问题：你讨不讨厌韩国人？他就跟我说，吃饭的时候还跟我说，韩国人都强迫我吃 kitchen， 我很讨厌吃 kitchen， 可是在韩国工厂工作就是要吃韩国泡菜，他就要接受你韩国文化，所以韩国在那边是很强悍的。所以韩国人是主宰美国的工人，至少在这2州其实是非常有影响力的。接下来他还要在路易斯安那州，所以连起来，整个南方州，它的3个州是划住也跟党，是创造很多工作机会，都是当地的大筹资。所以川普这个叫做有预谋了。但是这家公司其实是有前科的，我们把它找出来。我那时候不是说它有60几个工厂嘛，所以还在22年的时候，拜登时代爆发这一件事情，是有瓜地马拉的女生非法移民不见了，结果发现未满14岁的童工竟然跑到他的汽车工业链的底盘工厂里面工作，叫 SMART 工厂，而且里面还有8个未成年，最年轻的只有12岁。我们真的很难想象，这么夸张，现代可以这样搞的，我们真的很难想象，在现代的美国。现今的美国竟然在现代的美国的现代汽车竟然用童工，而且只有12岁，而且是从瓜地马拉跑过来的非法移民，结果就当然被抓到。你看现在干了一件事情是什么？把这家工厂的股票卖掉，说跟我无关系，他就断尾求生，直接把它切割了事。所以现在其实早就有前科，所以拜登时代其实川普就知道说他在拜登时代就干了什么事情，早就用所谓的短期工作签证或者是观光签证，用 B1 的签证、短期签证，我们一般也可以申请。我们用观光或者是商务签证，其实在美国都可以申请到。用这个，所以300个人被抓，其实是用 B1 的签证。照理来讲，他要用所谓的 H1B 就专业技术人员的签证，才可以在美国中工作。可是拜登的时代，其实大家都默许他们用所谓的 B1 就可以了。对。结果川普现在你要申请 H1B， 其实很难申请，因为川普不想让你取代美国人的工作机会。那我们当然来举台积电嘛，刚才不是讲很多签证吗？对，台积电相对的就非常的聪明，他选择了叫 E2， 我们不是在节目讲过500个出工跑到美国去抢救台积电的亚利桑那厂吗？那这个E2 签证是什么？其实是跟美国有签约的条约国家才可以使用这个签证。当然，它签证的时间可以比较短，也3到6个月。可以有效期2年到5年，通过率很高。前年有6万多个，但5万多个通过，有90%比例的可以通过。甚至台积电那时候在做一件事情是怎么样，你知道吗？拿这种E2工作签证的人去工作是没有在工作，他们做什么事情？他就双手一插，站在美国工人的后面，看着美国人怎么做。接下来跟他说：“你可以怎么样做？你可以怎么样做？你不可以直接去参与工作，等于我没有影响到美国人的工作机会。所以美国是很强悍的。所以为什么这次对现代动手8500个工作机会，以及后面2500亿，还有美国的农产品市场，你有没有兑现？不兑现，川普就打下去了。所以台商其实现在学的真的很快啊。所以我们仔细看台商的过去历史哦，对，真的是一个很迁移的历史。这是和硕公司啊，和硕把它25年的故事讲完之后，你才知道我们真的都在搬工厂。2000年的时候，他从我们的关渡这一带搬到了长三角、珠三角，就在海边。接下来2008年，不过8年过去了，他跑到重庆里面，跑到中国的内陆，那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。从沿海到内陆，文化啦、生活啦、法规其实都不一样，就是伯西来嘛。接下来又8年过去了，更厉害了，跑到越南了，很惨那越南不过去2年，又跑去哪里？跑去印度跟东南亚，印度吃东西其实文化习惯管理上都很难。接下来现在要干嘛？又要跑去墨西哥跟美国，去美国完全不一样哦。你学的不只是7倍成本，还要学这是韩国人不能犯的错误，不能强迫人家吃 kitchen 了。到现在我还记得，你去现场施工啊，台湾相对管防罪审啊，施工比较不会人，工人如果没问题就好。美国不是这样。4、5个人不仅要把那个防罪审公安做好，还要请1个人来监工。这个人要监督那4个人工作，所以要5个人工作。还有一个长春集团在那边施工的时候，美国人还不可以搭鹰架。你在高空作业的时候，你要怎么样？要出动吊车来建厂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担心在鹰架走的时候掉下来。对，掉下来，人可能死的话，赔几百万美金，甚至一个官司下来，可能几千万美金都要赔。所以每次来就一辆吊车来，然后把它吊上去啊，把它弄好，还有人监工，然后再把工作完之后把人请他走，吊车再把它弄下来。所以他们根本对于一些安全的
顾虑安全的文化上面跟台湾差太多，跟其他国家差太多了。所以美国要求是很严格，所以今天看到现代汽车厂22年还会用童工被抓，所以真的要很小心嘛。所以台湾的工厂成本是7倍，还叫学啊，这个就研发6骑士，台积电研发最强人，现在是阳交的副校长，他怎么说？其实我们不要贪图方便，不要去试验这一些，我们要把过去旧的东西给抛掉。不要再去想贪图方便，我们要学的怎么样成长。所以这是我们迁移中这次抓韩国人，我们要学的是，我们要变成国际级的大企业，就必须要过这一关。因为川普到底在玩些什么把戏？我们刚刚讲了，今天川普的关税杀向了全世界，你石破茂白纸黑字签完之后，石破茂就下台了。现在他完全施压到谁那边？李在明上面。李在明这个地方，他现在承受极大的压力之外。现在川普真的是一个情绪勒索的大高手吗？你看到了，他直接叫贝森特出来这边放话，我的关税能不能帮美国人赚到钱？能不能帮美国赚到钱？可以啊，1兆美金，1兆美金就是这么刚好，就是你这个所谓美债的1年的利息是在上面，它等于是把什么？它等于把全美国的利益、全美国人拿来跟这个最高法院过来这边对赌，他的招数就是这样的吗？关税来讲的话，也是填补他在处理债务的部分啊。其实更重要的是说，你那么多的公司到美国投资，但不好意思，你又聘了这些非法移工，那你这个美国的这个劳工来讲的话，他们要做什么工作？所以这个你看乔治亚这一家工厂是在乔治亚，它生产这个电池的。那今天来讲的话，300-400名的非法的韩国人，你说真的，乔治亚在这次选举当中，它就是摇摆州啊。你摇摆州的话，你今天投票投给川普的。一定是希望川普你在乔治亚州已经做了些什么事情，所以他今天是大动作了。他其实就是在演给大家看，演给各州的这个所有的外资工厂看。对，说我今天来讲的话，你不要小看，连韩国我都动手。那你不要想说其他的国家的这个投资者啊，今天来讲动手不是只有对韩国人，在当中来讲也抓到10几名墨西哥裔的，也就是说，其实只要是非法移民，我全部都要扫除掉。我通杀的，通杀。那通杀来讲的话，你这些外资不要给我在那边耍小手段。哦，因为他认为说，比如说包含韩国，你就是很容易跟我耍小手段，你就是告诉你说要聘美国人，你就不聘美国人。那问题在哪里？问题是美国人真的进到这工厂能够做得像韩国人这样做得那么好吗？不行吗？这个才是一个大的问题啊！之前不是讨论过吗？你 iPhone 的这个工厂，你就算移回到美国的话，你美国的工人可以在那边做 iPhone 的相关的这个代工或是这是手工业吗？这些东西都是美国现在面临的挑战，但是川普不管。他现在要的是什么？现在有进到第2步了，也就是说，投资美国的这些厂商，你现在要给我抓一弹。那现在来讲的话，当然了，石破茂的下台哦，不是只有跟美国的问题，石破茂自己本身的这个领导风格的问题，以及党内自民党党内的这个问题哦，所以任何一个日本的首相可能都没办法跟川普处理好问题。但是现在呢，其实他杀了这个韩国厂的话，也是在警告李在明。对，那李在明，你给我答应那么多啊，然后到最后呢，你就虚晃一招，你不要以为说我都没有在看到你在底下搞一些小动作。所以他认为说什么？你在白宫对我这么好，好像一副全部都听我的，你连笔都送我了。是，结果你实际的东西你要拿出来啊！你表面上你给我讲那么承诺那么多，你私底下给我做另外一个动作，那你是不是故意要搞我？所以其实今天他是做给李在明看的。说真的，这些韩国非法移民，这也是李在明要处理的。对，你到最后来讲，这些人全部都要遣返到韩国去了哦。那李在明是不是也要处理这些非法移民的这些问题？那你如果这边呢不把关的话，你到处一些你韩国企业，你用了韩国非法移民，那你韩国政府背后没有责任吗？你背后没有，你韩国政府是在背后搞鬼吗？所以其实这个有点像双杀。这个双杀的概念是杀了这个投资美国的外国企业，再杀了什么李在明？给李在明一个警告。所以呢，现在来讲，当然听说韩国也是什么，也是不是省油的灯啊？像什么在德州的这个三星厂来讲的话，就因为可能这样子，就干脆收起来，我不跟你玩了。真的假的啦？就收起来啊！收起来关厂的话，你大家都没工作嘛，对不对？我也不在你身现在还有鱼死网破啊！那如果有这种情形发生的话，李在明怎么去承诺你当初在白宫答应川普的这些条件呢？对不对？所以到最后来讲的话，李在明会被川普盯上了。今年 APEC 到了这个韩国的时候，你再出来给我讲讲看，你这个承诺的东西现在做了多少？所以这一件事情来讲就是双杀，杀谁？杀了韩国在美国的企业，这个做给其他所有外资企业看之外，另外一个就是告诉李在明说，你不要给我表里不一，你答应的事情要给我做到。玉凤，我们刚刚特别提到
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今天特别说一件事情，关税又往上调。原本想说3000亿、4000亿、5000亿，他说没有哦。如果你到明年6月份的时候，会到1兆美元，这金额也太高了。而现在什么？现在让大家觉得最踹雷弹的一个国家是谁？是中国，是习近平。为什么？当今天这个关税我这边都还没有收到的时候，你就已经1兆了。我现在经济已经出大状况了。好，今天来讲的话，93阅兵看起来是军容壮盛，可是呢，我们台湾的国安单位来算了一笔账哦，你知道吗？93的阅兵，然后加上经济的损失，大概是1540亿。这个数字是相当的惊人哦，你知道吗？你在阅兵之前哦，你要维稳，你所有的部队要经过之前，你看哦，所有的地方哦，所有的天桥都要有人干嘛固守着，然后呢？天桥口也要有人，天桥上面也要有人。最可怕的是，你地铁车厢里面1人1犬啊，1人1犬，这个状况是怎么样？让你随时都要可以监控到，就是说，你除了阅兵以外，你要维稳，你也是支出了非常多的钱。那现在大陆的状况是经济下行，那经济下行怎么办呢？你又把这些钱花在这些看起来一次性砰弄完就没有的东西，那民众。你要不要自己想办法来赚钱？你就可以看到最近中国大陆有很多很离奇的事情哦，比如说房地产做得不好，那怎么办呢？那一定是基础建设不行。那如果国家没办法给你基础建设，我人民可不可以自己来做基础建设？你看一下哦，有这么一个口，引来多少买房子的人？现在买了房子才知道，你这个路口是地铁站的路口，结果呢是假的，假的地铁站路口，是假的地铁站路口。你觉得这事情很离谱吗？我告诉你，地铁站路口你做一个才10几万人民币，但是你房子卖出去就可以1套房，可能就可以赚非常多的钱。你意思是说，因为这个假的地铁站入口？旁边人才要过来买房，对，好，都全都是假的。可是我觉得这个算是有下成本的哦，因为它还是用砖造的，我觉得这个就过分了。这个状况是什么？这个就是一个大图输出啊。有一个民众讲说呢，他到了小区也是买了房子，然后呢看到这个公交站，那这公交站还有名字哦，万象新天地站，因为他的房子就叫万象新天地。那你想想看，你的社区门口有一个巴士站，有一个公车站。那你觉得合理吧？这肯定是合理的嘛，很方便哦。所以他就在这个地方找到了他的5路车，然后呢就等了2个小时，他就觉得很奇怪，你再怎么样 delay， 你2个小时总要来了1辆吧？结果搞了半天是假的，这2个是假的，已经够离谱了。假的麦当劳你有看过吗？这个假的麦当劳是什么情况？你要卖房子，结果呢你想想看哦，如果你今天发现你要买的房子社区有麦当劳。这是一个挂保证的概念，然后有一个人，他就在这个高速公路上面看到了，他就想说，哎呦，刚好有麦当劳，吃的在上。回转之后呢，我的老天鹅啊，开了7、8公里，掉头来打包，想买麦当劳，发现是假的，假的麦当劳，这些东西假的，我也就认了。你有想过一件事情吗？如果一个银行是假的，你可以接受吗？不是太扯了，银行，你说现在这种银行是假的，而且我觉得他真的是胆子很大啊。中国的4大银行，建设银行、中国建设银行，然后呢，有一个人他在山东，他就想了有一天他来开一个银行。为什么他会有这个创意发想呢？因为他要跟真的中国建设银行去贷款。一笔贷款，结果呢？因为现在经济比较紧缩嘛，所以银行不贷给他，甚至行员还考试他说：“你这样子就想贷款，你当银行是你家的吗？”竟然给他有了一个创意，如果银行是我家的，该有多好！他就去做了一个招牌，然后呢租了一个店面，然后呢他自己就是这个银行的分行的行长。那你有分行的行长，那行员是谁？肯定是自己的小孩嘛，女儿就是行员。对，然后呢再去招2个大学生，有这个工牌。最可怕的一件事情是，你知道吗？他的存折跟里面的 OA 就是办公系统。根本是真的，一模一样。他不知道去走怎么样的一个渠道哦，他竟然去跟总行申请，总行看到了也批给他。所以呢，你觉得大家会不会被骗？当然会被骗啦。而最好笑的是谁被骗？他这个分行开下去之后呢，因为送了一些葱，送了一些菜，结果你知道吗？他的第一个客户竟然是隔壁的派出所。所以大家也被骗了，因为这做的这个跟太真了。那另外来讲，这个是什么？这个就是类似我们的信用合作社，竟然也被骗了，也是弄了一个假的信用合作社，告诉大家我们这边的存款利率非常的高哦。然后装潢做下去之后呢，竟然真的有人拿了1200万去，然后呢干嘛？收了4个月的利息，因为这4个月的利息
比国家的银行更高，所以呢，他就把钱存进去。后来被抓了之后，连1200万都不见了。这根本是诈骗集团吧？这就是诈骗集团，但是可以骗到这样子，我觉得已经是最离谱，已经是很离谱了。但是没有最离谱，你知道吗？假的警察，你有没有看过？当经济不好的时候呢，有一些人就是会想出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。这个人叫警大的校长。在台湾警大是3县市哦，跟警政署长一样是非常大的哦。他想到一件事情，如果现在大学生失业率是20%，那我能不能创造就业机会呢？他竟然租了一栋废弃的楼，然后呢就自己弄了招牌，他就告诉大家我是民警的学校的校长，你只要来这里受训之后呢，你就有公务人员资格。你知道很多人被骗，但是你很难想象真的有人去上课，真的很多人上课，你真的很难想象他骗了多少钱，他那稀里呼噜竟然可以骗了好几千万的台币，很多人都被骗哦。然后呢，很多人被抓到，知道之后才觉得说啊，当初也觉得怪怪的。可是他亲自上门来游说，大家想说，如果真的有，那该有多好，就真的去做了。好，这个是在学校被骗，那你有想过，假的警察真的上街去执行吗？这个女大学生遇到了，刚刚是假的警校，对，现在呢，在这个地方哦，西安火车站这边呢，他竟然有一个人租了一个店面，然后他自己变成了西安的一个派出所，还是战前便衣警察大队，他自己自诩为自己是谁大队长，然后呢，用了很多假的这种臂章，结果他竟然找了真的大学生，叫他们上街去服刑，上街去作案。做什么案呢？他只要看到有人违规，他就去开罚单。开完罚单之后，问你说你要不要打折处理？什么意思？还可以打折处理？你要违规的话，那很麻烦。你干脆比如说这个违规是200块，你要不要160块就来处理掉？然后你要自己去开发案源哦。所以这个大学生现在变得很复杂。他被骗的去做假警察，可是他觉得他自己是真警察，所以呢，他是被害人又是加害人，他怎么受骗上当的呢？他去处理一个聚众斗殴，他发现真的太复杂了，我们只会处理交通事故，对，那聚众斗殴那怎么办呢？遇到真的警察来，他还去问真的警察说，我们是这个战前便衣大队的。真的警察一查没有这个大队啊，所以最后把他们通通给抓了。那通通给抓了之后，你知道吗？他竟然跟真的警察讲说，其实我们这个单位也不错啊。他虽然是被骗来执行的，可是他说这个假的派出所所长没有积欠他的薪水，比其他的单位好多了。所以你就看到了中国经济下行的情况之下，假的银行、假的派出所、假的警校，真的越来越复杂了。宏观取材，厘清真相，犀利精准，深入剖析，时刻掌握关键，新闻时事不漏接。老时段，新气象，我是钟耀和，关键时刻2.0全新出击。